慢走啊，往这边走。哎，走好啊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请问一下，刘清芳住在几号房啊？刘清芳啊，你稍微等一下啊。1202房间。1202。对。啊，谢谢。这边走。哎。请问你找谁？我来找刘清芳的。你是方毅什么人？我是他朋友。小慧，哎，没有苹果了。好，我去给你买。你找谁？方毅这种病啊，学名上叫阿兹海默。一开始只是性情改变，记忆力变差，情绪容易波动，语言沟通偶尔出现障碍。阿兹海默。那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？小陈姐送他过来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谁都不记得了。小陈姐，你和小陈很熟吗？我们一家和方毅一家是邻居。我从小跟小陈姐一起长大，她知道我在这里工作，所以啊，就把方毅送过来让我照顾着，这样她也比较安心。那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回来过？他好像上个月来过，说现在工作比较忙，以后不能常来了，所以拜托我多照顾着。小慧呀，房间里的电视机怎么打不开了？哎，好，来了，快来帮我马上过来。小慧呀，看一下，我等着看电视。我房间里的抽水马桶堵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我马上来。我先来的嘛。我先来，我先来的嘛。先帮我去看，我在房间里等你啊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马上来。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？我先回去，稍等，我马上来。你不讲道理，你怎么这样呢？糟老头子！你说你多大岁数了啊？不好意思，我这边人手有些不太够，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请问，你们这边还缺不缺人手？该吃药了。小慧，小慧，哎，你有什么需要吗？你是谁呀？我是新来的护工。哎，小慧啊，她平时有点忙啊，你要有什么需要的，你找我就可以了。我的药掉了。药掉了？掉哪儿了？那我帮你找找。是那里头。哦。贵姓啊？怎么称呼你？哦，您叫我小程就可以了。小陈。小陈。找着了，给您。谢谢。哎，没事，应该的。打开。哦。哎，陈先生。嘘，方姨啊，刚睡着。啊。这么晚了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白天已经够累的了，晚上有我们，你就放心吧。没事儿。哦，对了，昨天晚上有个小伙子来看过阿姨。小伙子？他姓什么呀？他说他姓沈，是刘阿姨的家人。陈先生。他有没有问是谁在照顾方姨啊？他就问了是谁把阿姨送来的，
我们说是他女儿，他就站在门口想进不敢进的样子，后来就放了一大堆补品就走了。如果下次他再来的话，问起来您就说都是小慧一直在照顾就行了。哦，好的。行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好，这么晚你赶紧走吧啊。方姨，水弄好了，我们洗头发吧。来，慢点啊。慢点。小陈，哎，我要吃苹果。吃苹果呀？嗯，现在只有香蕉跟桃子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就要吃苹果。就要吃苹果啊？行，那我现在下楼给您买去，您等我一下。嗯。阿姨，我来了。嚯，您这是又把我忘了。阿姨，我再自我介绍一遍，我叫魏彤，是您女儿的好朋友。您这造型是要洗头是吧？我给您洗吧。你是谁？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魏彤。不认识。您甭管了，我给您洗头发去。这好看吗？你是谁呀？阿姨，我是给您洗头的，行吗？小陈不会洗头。嗨，阿姨，我是您女儿的好朋友魏彤。您想想，我看您这么多回了，我上回给您买好吃的呢，对不对？那我洗头了啊。我这跟我妈也没洗过头。力哥行吗，阿姨？还行哈。阿姨，小陈最近一切都好，就是有点忙，之后替他来看看你啊。这电视好看吗？您看这么久。好看。跟孩子似的。小陈。您醒了，我帮您打了水。你的头发长了，该剪剪了。是。啊，我电话来了，我出去接个电话啊。你们那边是不是也规定了上班时间不能打电话呀？你到底是义工，你还是全职？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还不是苏绣的问题啊！现在到处都在强调版权意识。那深思在这件事上捅了这么大篓子，那我们作为合作公司，是不是总得想办法收场啊？我记得当年和深思的合同里面，有关这一类的问题，进行了很清楚的责任分割。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大哥，你说的倒是轻巧，你倒是回来呀！你不回来，这问题怎么解决啊？这公司啊，都交给你1年多了，我对你有信心的。啊，哎，对了。还有一件事情啊，我们捐赠给疗养院的医疗设备，什么时候到啊？好，这事儿动作得快啊，千万别让别人知道。明白。哎，好，拜拜。知道。行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嫂子不插题外话。哎呀，真是冒失了！这个
我没有别的意思啊，我就是想问呐，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？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？教育方式哈。我回来看你来了，我给你带你爱吃的东西。你是谁呀？是你闺女啊。我不认识你。要调哪个台？我给你调。声音太小了。哎，现在呢？好了啊。妈，我给你炒了你最爱吃的小菜，这还有粥。我见过你吗？你是不是想起点什么来呀？我认错人了。我是小陈啊。我是小陈，我是你闺女。小陈是男的。哪个小陈啊？护工小陈。不一直都是小慧在照顾你吗？小辉也照顾，小陈也照顾，都照顾。妈，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这都是我找着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小的时候爸爸给我做的小帆船，还有这个小拨浪鼓。你还记得小的时候，你跟爸爸说，咱生的是闺女，又不是儿子，你给他做一拨浪鼓干嘛？你后来还老拿它逗我玩，你记得吗？你看，闺女好，闺女俏，闺女好，闺女是妈妈的小棉袄。嘿嘿，我就是喜欢有闺女。闺女可好可好了。你怎么哭啊？妈，我想你了。好可怜的小孩儿啊！回家找你妈妈去吧啊！就在这儿，我找谁去啊？我要看电视，我要看电视。哎呦，可算是忙完了，我等死你了。哎，你说给我一个惊喜啊？什么惊喜啊？惊喜一会儿就到。别卖关子了，你快说吧。严小陈回来了，一会儿一起吃饭。小陈回来了，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？我怕你大嘴巴呀，让不该知道的人知道了。哎，你说小陈他该不会还怪我留在 DH 吧？他怪你会走吗？喂，小陈，啊，我跟魏彤在一块儿呢，你到哪儿啦？啊，你不来了？哦，啊，程总啊，不，我是说程志远，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来公司。他说好像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忙吧。喂，又出什么事了？有件事我考虑了好长时间，我觉
觉得还是有必要告诉你，毕竟你知道了，也能有个心理准备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赶紧说。严有真回来了，是 Cindy 告诉我的。他不是在 Cindy 的公司吗？但是他这次回来，完全是为了上海的公事。如果你见到他了，你千万不要激动，好吗？陈志远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喂，喂，志远。我先挂了。你来这儿做义工，是为了我吗？我是为了我自己。每次看到方毅现在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他和你现在应该拥有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。我其实经常会想起你，想起我们曾经的那些事情。我不得不承认，你在我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消除的印记。我越是想去忘记，就越记得清楚。后来我告诉我自己，应该去恨你，是你毁了我的生活，同时还欺骗了我。对不起。可是后来，我换了个角度去思考，我思考，你在我爸离世之后，你是背着多么大的负罪感来接触的我，你甚至不求任何回报的帮助我，还去安抚我妈的痛苦。我想到这些，我反而恨不起你来了。你应该恨我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。可是责怪别人，只会让痛苦不断的加深。只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不断的反省自己，才能真正的成长。你没有错，错的是我，都是我的错。其实我也有错，我错在我爸离世之后，我把所有的怨恨都转。
那我们以后还能见面吗？以后不一定经常能见面，但是我们还是朋友。谢谢你的原谅。怎么了？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，合着你叫我来就是陪你喝酒的。我说大哥，我忙的觉都没得睡，你公司事你也不管，现在你叫我陪，我叫你来喝个酒，那废话那么多呢？就喝这个啊？你给我换一瓶。想喝什么，自己拿吧。我说，既然你今天这么大方，那你不如把这瓶酒给我吧。喜欢你就拿走。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们俩是不是见面了？所以你才这个样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能有点出息吗？啊？跟你说什么了？嗯？他跟我说，他放下了。小月，你这……不是。好了，我刚哭了。对不起啊。我知道我以前对爱情不是很了解。我曾经只是关心因为我而受伤的人或事儿，我会觉得他们是因为我所以才受的伤，所以我想去保护他们。我遇到小陈以后，
我才知道什么是爱。爱你懂吗？你知道了吧？爱，懂了。懂了。啊。希望他原谅你吗？什么？我说你希望他原谅你吗？但我希望他永远不要原谅我。王总，我已经到贵公司楼下了。侯总，我们今天的见面取消了。有急事，没关系啊。如果时间不长的话，我不介意等。抱歉啊，今天真的没有时间跟您见面了。王总啊，我能斗胆问一下什么原因吗？我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是不是因为最近我们公司出了一些负面新闻？我想这个不应该影响我们两个集团之间的合作。这笔投资呢，虽说我们没有落实到合约上，但是我们早就达成了口头共识。我今天来的目的就是想在具体的细节上跟您细化一下，您看有没有？实在不好意思，这件事情我回头再跟您解释。我还有个会，就先不跟您说了。王总。喂，妈。儿子，你知道我刚才看见谁了吗？谁？严小晨。严小晨回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家人都在国内，他回国是很正常的。正常。你知道他回来干嘛吗？我清楚，他是来落井下石的，他是专门来找咱们深思集团麻烦的。妈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杨晨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你真是太天真了。他恨啊，他恨我，恨咱们家人，他是来报复的。妈，我还有很多自己的事情要处理，深思的事情，请您自己解决。哎，你还是不是我儿子？小猴子，小。严经理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。不客气，您和Cindy也是老朋友了，应该的。我能冒昧问您一个问题吗？啊，您说。您为什么会对深思集团的情况掌握得如此清楚？我原来在那儿工作过。王总。侯总，这么巧。无巧不成书嘛。投资的事儿。投资的事情，以后我们找时间慢慢聊。我现在有话要跟这位严小姐说，方便吗？方便，方便。小吴，你送一下王总好吗？请吧。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呢？就像您刚才称呼我的严小姐，或者小严也行。侯总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投资经理，
严经理啊，我很好奇，你刚才跟王总聊些什么呢？跟深思有关吗？商业机密，说无可奉告。严小晨，你要想对深思下手，直接来好，用不着在背后鬼鬼祟祟搞什么小动作。既然侯总这么着急想知道结果，那我不妨跟您说吧。我刚才确实说服王总不要注资深思，而且他也同意了。我就知道你是不会放过我们家的。3年了，你无时无刻都想报这个仇。是啊，都3年了，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严小晨了。但是如果您以后有什么生意想要找我聊的话，我随时奉陪。过去的一切，错误都在我，是我一个人所为，跟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。为此，我失去了孙子，我跟儿子的关系也很紧张。现在公司成这样，这在你看来，是一切都是报应，是吧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从今天起，我就算失去一切，我也无所谓。你怎么报复我都可以。可是，看在你跟沈侯过去的那段情感上，我希望你放过他。作为母亲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沈侯有个好妈妈。我先走了。好久不见。笑什么3年前我肯定想不到，今天我能坐在这儿，跟你心平气和。打点滴，然后聊天的声音特别。
沈总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行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时间不早了，你让他们都下班吧，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。谢谢沈总，赵总再见。哎，沈总让我们下班了。谢谢沈总。深思集团股价持续暴跌，面临创立以来最大危机。不说猴子，你可真行啊！你这个富二代快变成前富二代了，还这么淡定。你好像很闲啊，把你给我发的资料呢？我发你了呀。你发我哪儿去了？邮箱啊。不可能，我每天在睡觉之前都会检查一遍未读的邮件。我现在就打你脸。哥，我错了。而且，在你发给我之前，你自己先检查一遍。如果到时候被我发现有什么纰漏的话，我又得扣你奖金了。我之前怎么没见你对哪个投资人这么上心？还不是因为这是严有辰啊！只要是跟我们公司有关的事情，我都很上心。你可拉倒吧！我告诉你，前任不对，你这还不是前任，前妻这种身份最容易公私不分。他轻描淡写的一句内容模糊，我们所有人1天之内就得重新整理资料，这不是难为人吗？你这么说就狭隘了。小小它代表的是投资方，它公事公办，我们尽力配合。有资金进入了，我们不是很快能实现我们当初创立公司时的愿景吗？再说了，小小他不一直是这种较真的性格。哼哼，申猴，你为了严小辰说我狭隘是吧？明明是你鬼迷心窍，旧情难忘。行了，你尽快把资料发给我，赶紧回去陪你们家魏彤吧。陪什么陪？以后不想陪也得天天陪，我还不如在这陪陪你呢。别忘了明天早晨9点来接我。你要再迟到，我弄死你！我验车了，慢点啊，你也别太晚。你知道他会来干嘛吗？他是来落井下石的，他是专门来找咱们深思集团麻烦的。